去，不要太在意，就算也还有太多的委屈，委婉的人待续，无所畏惧，来吧，赴一场未知的旅行。哦，不在乎别人说什么，自己抉择。哦，每一次倔强的背后，都有个声音在召唤我。我相信昨天的昨天都有它的意义。哦，只要你也永远坚信。哦，所有的美好一定不会缺席。多么美妙的不期而遇，我相信明天的明天也会充满惊喜。哦，只要有你一同经历。哦，三生有幸遇上你，我的幸运。哦，感恩所有的命中注定。哦，侯总，咱们上一次见应该还是我在论坛上递名片给您，没想到您还记得我。我们侯总爱财，对你是过目不忘。哎呀，谢谢侯总，来喝茶。侯总啊，实在不好意思，这一次我的设计要和你们公司同台竞标了。你放心，我们侯总的气量不在意这点事儿。小宝，你们那公司的充其量啊，也就是我们这种建设的一个部门。那个项目对于你们来说那是全部，对于我们公司来说小 case。侯总，我们公司每年像这种级别的项目啊，多的都做不完，所以啊，我们还希望你们公司有实力竞标呢。但是这赢的概率呢，我就不用多说了。是的，是的，明白明白。马总，哎，话可不能这么说，长江后浪推前浪嘛，我们要相信小韩的个人能力。万一他一个人就打败我整个公司呢？您要那么说，我绝对信。小韩，侯总太赏识你了。是，谢谢侯总，您真是太抬举我了。不过说真的，侯总，我对您啊，真的是仰慕已久啊。小韩啊，既然话说到这个份儿上，你态度那么诚恳，要不然你就到我公司的设计部来做一个副总监吧。薪酬和总监一样，只要你做成了一个项目，我立马提升你做总监，薪酬再给你翻1倍，怎么样？真的？小韩，侯总开金口了，今天就办入职。那我真是太荣幸了。可是我还得代表我现在的这个公司去参加海城8号的竞标啊。哦，我差点忘了这个事儿。哼。那就以后有机会再说吧。咱们今天见面就是聊聊天、喝喝茶，哎，好，认识认识。马总，哎，打个电话。哎，坐。哎，坐。马总，侯总他该不会是生气了吧？你说呢？你太让人失望了，太不懂事了，你知道吗？你知道多少人托了关系啊，就为了见我们侯总一面。我们侯总今天百忙之中抽空来见你，刚才许给你高薪高职，你呢还犹豫不决，我不清楚你在想什么。我告诉你，
机不可失，失不再来。是啊，马总，您说的我都明白，我也特别感谢侯总赏识我。可是，我这个计划我都做完了，我不可能说放弃就放弃，说不做就不做了吧？那你考虑一下，人和方案一块儿过来。啊，我呢，去给侯总好好提议一下，让你代表智荣建设去投标。这样一来，你的心血没有白费吧？哦，这样啊。小宝，其实呢，这个社会不缺人才，缺的是机遇。我们现在给你一个更大的平台，去展现你的才华。你要是没有这个理想和抱负的话，不勉强啊。没事儿，咱们来日方长。等等。我去，我这就去。妈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来看看你啊。这公司可真是不错啊，够气派，我喜欢。这儿不方便，我们去那边说吧。走，好。妈，喝点水。好。你来怎么不跟我说一声啊？万一我出去了呢？出去就出去呗，反正我顺路。哎，你跟你那个客户处的怎么样啊？还行，挺好的。他多大岁数了？你问这干嘛呀？性格怎么样啊？妈，十一，这是？这是我妈，这就是我客户侯爵。哦，阿姨，阿姨好。啊，您好，您好。真年轻，阿姨。谢谢夸奖。哦，我跟我妈聊两句，有事随时叫我。啊，你们聊，你们聊。阿姨，你坐啊。啊，好，你去忙吧。坐。哎，坐。这孩子真不错啊。你们俩是以前就认识啊，还是来给他当保镖才认识的？以前算认识吧。哎呀，那我就放心了。放心吧，我没事儿，我现在挺好的，工作也挺好的。就是太瘦了，有吗？嗯。十一姐，这个是侯总给小侯总的方案修改意见，我正要给他拿过去，辛苦您带给他。好，辛苦。侯总给你的文件。你妈呢？走了。我走这么快，我还想请她吃巧克力呢。你对我妈还挺好，你对我强多了。你要长得像你妈那么好看，我也请你吃巧克力。别人都说我跟我妈长得挺像的。开玩笑吧，一点都不像。应该是你爸拉低了你这个颜值的平均分。哎，你爸当年追你妈没少下功夫吧？他们离婚了，都离了17年了。是吗？不过我爸一直惦记我妈想复婚，我妈不同意，现在俩人都单着呢。你爸倒够长情的，这么多年还惦记呢。哎，你妈，我总觉得说不上哪儿长得跟我妈有点像。那只能说明你跟你妈长得也不太像。
谢谢。又把我巧克力顺走了。哎，快点儿，小张！哎呀，你们几个，小李都快点，快点过来。你站在台下干什么？上来。啊。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，这位是设计部新来的副总监包小涵，也是侯总特别赏识的青年设计师。大家表示一下热烈欢迎嘛！啊，欢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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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谢谢大家，以后呢还请多多关照。啊，那都听到了，工作去吧。你看到的，他们在这儿啊，是这个设计部的内部。小韩啊，我们这边走。这是我的办公室啊，这就是你的工作岗位了，挺好的。哎呀，希望你能在这儿大展宏图啊！待会儿啊，后勤部门就会把办公用具都给你配上的。好，行行行，谢谢马总啊。小韩啊，那咱们明天就竞标现场见，加油，加油！有任何需要找我。好的，马总。陆北雪，这新来这设计师叫什么？包什么？包小涵。做的真不错，要么说这姜还是得老的辣啊！我爸是2天时间就找这么一设计师回来。难得听你夸人。我宣布，海城8号项目由智荣建设中标。智荣建设的实力非同一般呐。张总过奖了，竞标对于我们智荣建设来说，只是一个刚刚开始而已。接下来能够参与到海城事业当中，才是我们最大的愿望。张总，我相信咱们的合作一定会非常愉快的。一定会的，谢谢。请留步吧，张总。好，侯总慢走。今天的成功啊，得谢谢我们的头号功臣小韩呢。哎呦，不敢当，不敢当。侯总给我讲了，还多谢您的提携。哎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谢谢啊。对了，马总，哎，马上准备青龙宴。哎，我都已经提前准备了，这都在您意料之中啊。哎呦嘿，你还敷面膜呢？我要喝水、吃饭、上厕所呢。我以为你是那种脸都干裂皮了也不涂化妆品的女汉子呢。什么事儿？明天那场合，别穿得太差啊，穿好看点，大家都穿正装，你这也不能太差，是不是？干嘛？你干嘛？这不操人了？对啊。让你男朋友帮你选一选，明天不要穿得太像一个保镖，好吗？别给我丢人。那可能会让你失望。我们参加这种场合，一般都比较没有存在感。你尽量好不好？尽量有一点审美，啊，让自己光鲜亮丽一点。你要实在做不到的话，那我就穿丑一点配合你。那就麻烦你了。
早啊。早啊。哎，小飞，哎，今天公司是不是放假呀？没人通知我呀。没有啊。那没有这人都去哪儿了？去参加签约酒会去了。酒会？嗯，不对呀，这酒会11点，现在才9点半呀。你没有接到通知吗？你们设计部今天上午可以不用来上班，直接去酒会就可以了。没人通知我呀，谁负责通知的？是我啊，我是按照酒会名单群发的邮件。你看。不对呀，这上面怎么没我名字呢？这我就不知道了。那好，谢谢啊。二位请进。找我，侯总，包小涵呢？怎么没叫他来？这为什么要来啊？他不来，我们庆什么功啊？没有我的公司，他再好的设计方案也是废纸一张。他才是这次竞标成功的头号功臣，这话是您说的吧？是，这话我确实说过。昨天已经小范围的肯定过他了，对不对？他得到的已经够多了，难道他的功劳能够大过公司吗？你不要忘了，他原来只是在一家小公司里头的一个默默无闻的小设计师而已，是我发现了他，我给了他这个更大的平台，就这，就够他感激我一辈子了。我们竞标，图纸用的人家的，设计用的人家的，竞标成功了，啊，开庆功会，整个设计部都来了，就单独不叫他，他怎么想？哎呀，侯爵呀，你明白吗？包小涵就像是《三国演义》里头的吕布一样，这种人只能用，但是不得不防。他现在临阵跳槽到我这儿来，今后也会跳槽到别人那儿去。这样的人就是唯利是图，是喂不饱的。再说了，你是真的不知道我为什么这么做吗？我不知道。我是希望你来牵头这个项目，这点你看不出来吗？怎么了？不想继承家业呀？啊？我牵头没问题，继承家业我也想，但是我不想踩着别人往上爬，这我心里过不去。那你就得学着让自己过去，不踩在别人头顶上，人怎么可能出人头地？啊？下面垫底的人越多，你才能站得更高，这是成功的法则，傻儿子。你今后学的东西还多着呢。你的仁慈只有你自己当成宝来呵护，但对他们来说一文不值。怎么了？是有什么事儿吗？如果叫你踩着别人往上爬，你愿意吗？什么意思啊？我爸让我踩着，不说了，丢人。香槟，谢谢谢谢，以后多关照。这次项目我看可以啊，就这样。来吧。啊，回头再聊。这次项目，随便
项目还不错，还行吧。生意不好。看什么？有事吗？我看你穿成这样，我难受。你看看人家小女孩，一个个花枝招展，干杯！穿着连衣裙儿，这烫着大波浪。你看看你，什么也不敢穿，每天站在那儿像个隐形人似的。我这是工作需要。隐形不挺好吗？一会儿多吃点也没人发现。你还吃东西呢？哎，我以前一直以为你是靠这个光合作用活着的，没想到还挺能吃。你想多了。哎，侯爵，你妈让你过去一下。干嘛呀？不去不去。哎呀，我跟你说，那么多人在里边，你给他个面子，哥求你了啊！哥求你了啊！走吧，啊！哎，十一啊，别跟得太紧了，眨眼，安全就行啊。咱们仨，OK， 好，哎 ，OK， 来，侯爵，来，我来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位是远方集团的总裁魏总，这是我的儿子侯爵。魏总你好。小侯果然一表人才啊！谢谢魏总啊，又是美国名校毕业的，太棒了。魏总啊，您的儿子才是让人羡慕呀！现在都已经能撑起你事业的半边天了，真是羡慕死我了。我呀，我就没这个命了。两公子都帅啊，都厉害啊！魏总，我接个电话去啊，你们聊。反应挺快的，啊，辛苦啊！哎，马总，哎，上次呀，是啊，哎呀，是啊，一起吃饭，好几天。来，干杯！多联系啊！王总，您等会儿，我们待会儿聊好不好？您先忙。给谁发微信了？哎，你这么忙，叫我出来干嘛呀？这是保护眼睛的，特别好，我给你买了呀，都没时间给你，这不就抽空了吗？你呀，每天要盯着电脑看那么长时间做账，一定要记得吃，知道吗？嗯。谢谢。哎，要是不这么偷偷摸摸的，能公开在一起多好呀！那我俩就必须得走一个。侯志荣不允许办公室恋情，你是知道的。我可以走啊。你怎么能走呢？我不允许啊！咱们不是说好了吗？你得帮着我出了这口恶气啊！我告诉你句实话，我有时候真的想把公司交给马勇，但是他是外人，外人会有外心的，我们不得不防，明白吗？现在这公司里啊，我谁都不信，除了你。我不是听你的了，黑了侯爵的电脑了吗？我看也没造成多大的影响啊。别着急啊，这一巴掌打在儿子脸上，那一定会疼在老子的心里。这只是个开始。什么？您好，请出示下请柬。这里好大呀！您好，你好，请出示下请柬。2份。好，请进。小打伤，保持微笑，是微笑啊。干什么呢？你看这么多人，谁吃了呀？这就是摆设啊，丢人。哎，你看到在沙发上躺的那男的了吗？怎么了？
在这种环境下还能这么悠然自得的睡觉，还没有人打扰他，睡得还这么霸气，一看就不是一般人。有道理啊。十一，手机没电了，给我拿充电器。等一下，等会儿啊，我去给你探个路。好。哎，不好意思啊，那个我问一下，在沙发上躺着那位先生是谁呀？你问这个做什么？啊，就是随便问问，打听打听。不好意思，我不认识这位先生。哎，那个在沙发上躺着那位先生是谁啊？哦，那好像是小侯总。小侯总。是。哦，好，谢谢啊，你进房吧。没事。不好意思，借过一下，借过一下，又偷吃，中头奖了。谁啊？小侯总。小侯总是谁？你来参加谁的宴会，你不知道吗？智荣建设的小侯总。懂了。哎呀，你别提了，我真的太讨厌这种场合了。你知道，明明刚认识，然后就亲热的跟从小看你长大似的，虚伪。哎呦，痛死了！就是 Mary 带我来的呀，她说我要当演员。一定要拓展自己的人脉什么的，啊！可是我真的一点兴趣都没有，太无聊了。你好。你好。这是挺无聊的哈。啊，你听见了？我也挺无聊的，不喜欢这种场合。是吗？是啊。那我们是同道中人啊！我听你说你是明星，怎么可能？我就是一个刚出道的新人，你可别问我拍过什么，我什么都没拍过。没事，咱们好好努力。我看你这张脸特别有明星相，以后肯定能成功。真的呀？你人真好。那。你是？啊，我也刚出道，我是设计师啊。你别问我设计过什么，什么都没设计过。啊，你太逗了，你还学我。难得能在这样的场合有个人可以跟我一起吐槽，要不我们加个微信？啊，好呀。让我扫一扫你。好。碌碌无为，对，我的微博也是这个名字，你可以搜一下。我看看啊。哎，你说你什么都没拍过，你怎么这么多粉丝啊？买的呗。啊？你倒够诚实的哈。就是买的，就是我之前有一个小姐妹，她帮我弄的。还有里面那些照片都是骗人的，你千万别信。我呢，就是有机会去了一些高级的餐厅，我就会这儿拍一点儿，那儿拍一点儿，然后就分很多天发。别人就会以为我天天在不同的餐厅吃不同的好吃的。还有，还有衣服，我这不方便。标签还在呢，一会儿酒会结束我就拿去退了。那你搞这么麻烦干嘛呢？为了想当一个好演员呗。我一没有平台，二也没有什么高的学历，我就只能努力的包装好自己，然后抓住每个机会。你倒是挺励志的啊，不容易。哎，小侯总，魏总，哎，我先回去了。
改天去公司找我。那不送你了。哎，不用送，不用送。原来你是小侯总啊！哦，那看来不是一个阶层的了。我可不想被别人误会巴结什么有钱人。不聊了，我走了。这哪儿跟哪儿？什么阶层不阶层的？哎，我跟你说啊，我爷爷以前也是种地的，我们一家人盖一床被子，这到了冬天特别难熬。不是，你家能有我家穷吗？你要跟我比穷是吧？要不哪天约出来，咱俩比比到底谁穷？好啊。行吧？嗯。好。不聊了，走了。哎。热死我了！我刚刚不敢吃，我怕裙子崩了。少吃点吧，你吃那么多了还吃？哎，对了，刚才他旁边那女的是谁？哪？哦，不知道啊，他没介绍啊，不是助理就是秘书呗。完了，我头一回我跟他问的侯爵。哦，对啊，那是戏不白演了。不能够想个辙的把他这件事儿给扯过去啊！你放心啊，他要是敢站出来挡道，跟我马丽姐抢人，我人挡杀人，人挡杀人。张官长，哎，他给我点了好多赞啊！哎呦喂，现在就关注你了，肯定有戏。那我要互相关注。你知道吗？他跟我之前见的所有男人都不一样。以前哪有人会看我的微博啊？哎，你看，他的微博介绍是天使救援队队员，好有爱啊！原来他是超级暖男啊！侯总，早。走。小韩啊，哎，昨天那个酒会啊，真的是一点意思都没有，就是个应酬，走走形式，特别的无聊。所以呢，我就叫了公司那几个能喝酒的去挡了一会儿。我想啊，你本身是个搞技术的，而且我听他们说你不太能喝酒，是不是啊？对。所以嘛，幸亏我没让你去，我就是怕你去那儿以后太无聊了。再加上啊，这回这个竞标方案完了以后啊，你又特别辛苦，干脆就让你多休息休息。你可千万别往心里去啊！哎呦，侯总，我没往心里去，您想多了。您说的对，我这又不能喝酒，我去了还挺尴尬，还是您考虑的周到。那就好。到了，哎，走。哎，您先请。好好干啊！哎。故事发生的一天，我来到你的身边，一步一步走进你的世界。你说你要去外星，我愿意陪你，重新筑起那爱的天地。从一片荒芜，爱到浪漫满目，我要一直做你胸前的护身符。你的微笑汇成了太阳，你的呼吸聚成了月亮，双眸似星星，发尾如风。不管外面风霜雨大，我永远是你的家。我做你的太阳，你是我的月亮。哦，哎呀，老板唱的好啊！好吧，你这个唱的啥子唱的这么好？最近呢，有些东西啊，
拨动了我的心弦，有感而发，创作了一首歌。你牛！好棒，好棒！哎，那老板，这首歌那个灵感来源于什么呀？爱情。爱情。一个男孩子对一个女孩子，想永远的保护她，就像一颗太阳照耀一颗月亮，浪漫吧？浪漫。浪不浪漫我倒是不知道，但是我就是知道，如果我喜欢一个人的话，我就给他吃很多好吃的。哦，对了，老板，你还没吃饭吧？赶紧一起吃吧。啊，我今儿不在这吃了。我今儿帅吗？帅。出发了。哎，不是，老板，你去哪儿啊？吃着呢。那个侯总，你坐。包总，别，小侯总，你别叫我包总，我这哪使的呀？你叫我小韩就行了。不是你总侯总的叫我叫小韩不合适吧？合适。要不然你叫我小侯，我叫你小韩，怎么样？那个小侯总，你真是平易近人啊！平易近人。哎，我还第一次听人这么说过。那词儿我还真就不太喜欢。啊？那没事，你先吃啊，你先吃，我那边吃去。哦，你吃点啊。哎，小侯总慢走啊。哎呦，这哥们儿，我有那么吓人吗？我一共讲了3句话，瞎掉2块肉。他不是怕你，是不是怕我？但是我本来想说海城8号那个项目，我退出让他领头干的。但是他这个状态吧，实在是不合适，没有一个带头的样儿。要么说我爸看人还挺准的。你好，请问你找谁？啊，我找一下钱小燕。你跟钱教练有预约吗？没有。哦，亲属。好，您等一下啊。哎呀，这管理够严格的呀。干嘛呢？没吃饭吗？抬高！左动，左换。调整下体姿势，注意自我保护。好，不错啊。准变腿，重拳切入肌腹，接高变腿。保护，左换。把手抬高，手抬高。没吃饭吗？哎，你好，谁？钱小燕，教官。你好，你找我？你穿迷彩服真帅。你还记得我吗？记得。哎，你还记得我，太好了，我以为你不记得了呢。那个我今天来是想请你到我店里吃饭的，因为我觉得发微信有点太草率了，所以当面郑重一点。
好。啊，你这就答应了？不然呢？不是，我是没想到你这么快就答应了，因为，说实话，我长那么大，这还是第一次约女孩子吃饭，所以就多少有点紧张。我以为你拒绝呢，但这挺好的。那个，本来我想啊，你要是不答应我的话，我就看人家那里面演的，就天天来这等你，直到你答应了。第一次约女生是不是应该问一下她想吃什么呀？对。所以你看我没经验嘛，没经验。你想吃什么？花鸥西餐厅6点，我还有课，餐厅见。好的。还有事吗？啊，没事。6点见。再见。亲爱的，如你所说，那个叫海星的来公司找我了，说要请我吃饭，我准备来个一剑封喉。追逐远方的听，风吹起了想象，如果有一天迷失方向，泪光映出点点星光，沉睡在海中央，只盼有一天不再悲伤。那里有花，带着希望奔向远方，那是幸福，是最美好的新篇章，那是